您先请。你别这样。我怎么样了？就算您把话说的再不明不白，可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我不会骗你，更不会害你。是，可是你瞒着我，我都说了，只要你说，我就相信。可即使这样，你还不是一言不发吗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不要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天衣无缝啊！没事。你还我！成天就知道躺着打游戏，你看连身体都……我不仅是你的主治医生，还是你的姐姐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吗？我不听，你先还我。要还你可以，不过你要告诉我一件事情。昨天谭老先生过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？哎呀，不要再打电话催了，行吗？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没钱，我现在正在想办法筹钱嘛，这不是啊？这王向牙一家也太不地道了，房租一拖就是3个月，听说还欠人家荣城医院的医药费。刚那人不会是向阳哥吧？你说这小姑娘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啊？不是我，是鬼，是谭老爷子的鬼魂要来快我们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想听哪个呀？那就先说好消息吧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。坏消息就是，有些人比鬼更可怕。你和之前的伤者金浩有什么关系？你最好都告诉我们，要不然我们没办法帮你。金浩，我们错过了一条人命。李千奶奶，叫谁奶奶呢你？这真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！何止啊，这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啊！哎呀，小姐姐玩什么呢？来，咱俩一起玩。祖玛，别玩了，我一会儿有话跟你说。我们不方便听嘛，要不然我们……怎么会呢？就是一点私事。祖玛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拿他当弟弟一样看待，感情挺好的。你还要留我多久？算了，你先回去睡吧，明天再说。这小孩玩心挺重的，从进来开始，眼睛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屏幕。这段时间他已经好了很多，虽然还是不大愿意跟别人交流，但至少不顶撞别人了。只是谭老先生一过世，他的病情又恶化了。可惜了，本来还想问出点线索呢。祖玛他能有什么线索啊？再说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谁说结了？我们还没问过金浩呢。金医生，他现在情况很不稳定，
魏兰看着很泼辣，但是她是一个心思单纯的姑娘。既然你们已经问过了，那该知道应该都知道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孩子过来？祖玛他一直沉迷在游戏中，也不知从何开始，他的生长机能就停滞了。作为医生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哎，赵先生，听说你以前也接触过一些相似的人？你是说这个孩子他？对，他已经20多岁了。喂，谭八斗家人的口供和魏兰的一致，这说明谭八斗真的是因为昂贵的医药费而自杀的。可医院也并没有催缴医药费啊，而且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给谭八斗治疗。护士的监管虽然有疏漏，但也不该受这样的罪啊。哦，对了，小郭今天要去墓地扫墓，你要是碰见他，就把他捎回来吧。哼，说的倒轻巧，那是说见着能见着吗？楚哥，楚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女孩叫东南，是我在墓园认识的。和我一块儿过来的，她可能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。别废话，跟我回特调处。开始第一次接触，你这是召唤神兽啊！同步率0%，信号搜索失败。苍天哪，查不出黑能量，我这个科学界的国民老公，岂不是名不副实？醒醒吧，你从来就没有过这个称号。切，不可能啊！我说，这位魏老先出来的朋友，你可不能气馁啊！下面我要交给你一个更加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老大，你别吓我啊！这种老式的游戏卡带呢，不好找，你好好的去物色物色，再研究一下。希望我明天回来的时候，能看到一份有关于游戏内容的报告。老大，玩游戏也算加班吗？算，当然算了。不过这份报告不能少于10万字。加油！10万字？哎，可不可以少一点儿？从来没有想过淘个游戏机还能淘得这么生无可恋的。算了吧，老赵允许你上班的时间玩游戏，还不满足？怎么了？你的沙哑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手机屏不就是他吗？你在睡觉的时候，梦里喊着他的名字，沙哑，沙哑，沙哑，杀死你啊！去。受不了你，丢人！待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，配合行动。
玩的这么悲愤啊？这哪是游戏呀？这根本就是折磨，还不能偷懒，万一被老大看见，又得扣工资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大，我还真第一次知道这个结巴还能传染。行了，玩出什么收获了？没什么收获，我专门问了一下相关人员，这款游戏收藏价值大于实用，除了一些骨灰级的玩家，根本没有人接触到。骨灰级玩家，我今儿倒是见了这么一个小子，看来得去医院会会他了。啊，这手机游戏还真是博大精深啊。沈巍今天怎么没来？他在学校上课呢。身兼二职，还真是辛苦啊。为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人，为了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儿，有时候也不得不辛苦。哎，程医生应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看过昨天下午4点，也就是魏兰自杀时候的监控。更早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去过护士站。你猜一下是谁？这个我怎么会知道？哎，快看。你不是猜不到，而是不想去猜。魏兰和金浩都和谭八斗的死亡有牵连，而谭八斗生前最后一个忘年交，只有一个人。幸亏你给我喝了一杯咖啡，要不然我可真的要睡过去了。对不起。自兰虽然已经成年了，但我毕竟是他姐姐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真人操控确实比什么虚拟现实要好玩多了，更别说这种电子游戏。宗马，你想不想玩得更大一点？功德币的加持已经给到了你，你的异能也已经完全被唤醒。接下来想做什么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如果想要收手，收手？开什么玩笑！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可还没玩够。你是哪位？游戏已经开始了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方便外人进来。你放心吧，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我只不过是过来看看。你到底是谁？方便说下名字吗？白素霞。还真是气质老翁道崩婴儿啊！看来以后别人给的东西还真不能随便乱吃。
喂，四毛，把家里的人全叫上，来医院增援，马上。嗨，玩家1号先生，我是您的引路者，请您跟着我走，一定要跟上哦。这个游戏可没有复活币。你这是要带我去找谁啊？本款游戏的大 boss。哦，大 boss 呀？谁啊？对不起，玩家1号，这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。那你能不能给我改一个名字？这个玩家1号也太龙套了吧！对不起，玩家1号，这不在我的权限范围内。请。哎，那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玩家1号的爆破追踪器，游戏失败或者中途拆除都会引发爆炸，里面炸药的含量足以炸死3米的人。玩家1号先生，我就只能陪您到这里了，剩下的路您要自己走。如果游戏通关的话，您很快会见到我。祝您游戏愉快，请。谢谢。怎么样，真人游戏好玩吗？果然是你啊！这小子为什么选我？因为我讨厌你。你们这群人总是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，其实你们连自己的人生都过不好，凭什么要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？难道和你们的活法不一样就是失败吗？喜欢玩游戏就是罪过吗？我承认，这是我的错。昨天我就应该花一些时间来听听你的故事。下辈子吧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真人游戏的空间全都是你来打造的，你还可以控制别人的语言和动作，能耐不小啊。其实原来没有这么大，多亏那玩笔的大叔帮忙。我倒是没看出来啊，以你这么叛逆的性子，能替他卖命啊？谁替他卖命了？我们这是各取所需。我要替谭老头报仇。可我看你们两个年龄差距挺大的呀，这怎么就变成感情深厚到要替他来卖命的忘年交的？你懂什么？只有谭老头能理解我玩游戏，他是第一个把我当作亲人看待的人。他理解我，照顾我。我跟魏护士、金医生说过，我说他有轻生的念头，他们还是没看住。是他们害死了谭老头。玩家1号，现在我们一起开始第一段旅程，时间为10分钟。若时间内没有完成，您将会蹦化为美丽的烟花。你们可千万都别来，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第一项任务领取处在内科科室，对抗 BOSS 已经在那里等你。不知道鬼见愁又搞什么鬼？话没说明白就让我们过来，顶沈教授的空子啊！这间医院有种不寻常的气味。第一关正式开始。经典游戏，俄罗斯轮盘。
左轮手枪的弹巢有6个弹位，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1颗子弹。参与者轮流转动子弹盘，对准自己的头，按动扳机，直到一方死亡。欢迎4名新 NPC 的加入，你们的代号是正太、棺材脸、御姐和小白兔。玩家1号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现在放弃，除了你自己，4名新 NPC 也会受到殃及。现在开始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。玩家1号，请不要做出作弊行为哦。我认输，我认输，行了吗？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 Round 1 KO。王八蛋！玩家1号，真是时来运转，顺利通过第1关，真是羡煞旁人。第2项游戏，真人横版单挑，4元蓝关 BOSS 已经严阵以待。4名。 也太容易被控制了吧！啊！看来回去还真得加强心理素质教育了。您的专属武器在左手边的柜子里。玩家1号，要继续加油活下去哦。游戏倒数10秒。 看来这几天的瞎子还真不是白当的。哇，玩家1号真是势如破竹，顺利通过第2关。请您到达最终 BOSS 的病房。终极关卡，幸运2选1，请玩家1号与最终 BOSS 走到指定位置，从前面的2杯水中选1杯喝下。 要注意哦，1杯是普通的水，1杯是致命的毒药，生死攸关，谁才是那个幸运儿呢？搞笑呢？这可是要出人命的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不出来是吧？ 行。如果破坏游戏规则，最终 BOSS 将会喝下这2杯水。但是，如果玩家1号喝下其中1杯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最终游戏将会终结。
满意了吧？啊？无论我喝下的是毒药，还是终结了游戏，那他就可以安然无恙了吧？别动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是你发现的吗？这是我们制定的游戏规则。玩家1号，恭喜您顺利通关。不，您将获得不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打算喊停了，这些人好笨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杀人的感觉跟玩游戏的感觉不一样。因为这不是你习惯的虚拟游戏，而是血淋淋的事实。不，果然，你的全部异能都依附在眼前的这部手机上了。不是你操控了游戏，是游戏操控了你。Over。不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有最后的炸弹人游戏。我在我的病房里装了炸弹，这炸弹足以毁灭这个医院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祖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祖玛，我错了。祖玛，别动！怎么了？先坐下。这个是重力平衡炸弹，重力一旦失衡，炸弹就会爆炸。我来试一下。你别动！我用瞬间转移，把它移出医院。不行，你的黑能量能让炸弹加剧爆炸。那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你赶紧离开，离开这里。大哥，咱俩的命现在是连在一块儿的，你死了，你觉得我能好吗？这个上最少有20条线路，每2条线会构成一个回路，而每5个回路会构成一个大的组合回路。我们得破坏这2个大的组合回路里靠近临线的这一条。要是普通的炸弹，我有把握。可祖玛他是没有常识逻辑的，他办事只凭直觉，恐怕我们生还的几率会非常小。
又让那伙人看笑话了。要不要赌一把？赌什么？赌这个臭小子平时在医院里行动受限，根本就没有机会攒气炸毁整个医院的能量。他可能没机会，可是亚青还有功德鼻祖可以协助他。可亚青现在的行为，显然是对现在的情况出乎意料。如果真的是他们主张的话，那又何必费这些周章呢？对不起，我瞒你的事情，总有一天会让你知道的。放心吧，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要是我之前好好的研究电子设备的话，那不就没？哈哈。那是配置过试验血清的针头，而且是残次品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哎，上次实验室遭劫的时候，不是让你清点了吗？你清没清点呀？清点过了，清点完之后，我做了一些处理，可能不小心遗漏了一只。一只都不行啊！那是我们实验的最高机密，一旦外流会伤及无辜，甚至会引起轩然大波。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走走走。教授。啊，谢谢。比起我刚认识您那会儿，您这脾气可是大多了呀。找回来的希望渺茫啊！这希望是被我们处理掉了，而不是被有些人给利用了。真晦气，不会有绝无你所料。哎，先生。郊区不走，我不赶着回去交接班，这儿已经够偏了。不用打表，送到就行。我去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去五里村干嘛？找人。欢迎收听小说联播节目。魏南向前面的后视镜看去，那个老太太不见了。一下子停住车，转头
向后座看去。他看见那个为什么刹车？没事，我在系鞋带呢。在座位上。前面右转就到了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我真的没有想杀人，但害了人，对不起。原来游戏那么无聊。祖妈，祖妈，祖妈！功德笔是一把双刃剑，它的异能是被强行催化的，一旦被破，就没希望了。安慰安慰。祖妈，你们怎么才回来啊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怎么一觉醒来就到家了？刚才不是还在医院门外呢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医院的案件解决了吗？那功德比主呢？找到线索了吗？这个功德比主对医院似有深仇大恨，这次医院的事件只是刚刚拉开序幕。功德比主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会不择手段，我们必须要尽快抓到他。我们做医生的，不就是要救治天下的病人吗？祖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下一个病人走上跟你一样的绝路。陈医生，这是你让我整理的白素霞的病历资料。龙城医院还有蔚蓝和金浩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不用那么多，我已经有怀疑的人了。赵处，海星舰刚送来一个犯人，这案子有些蹊跷。一个老实本分的老司机，在昨天晚上吃夜宵的时候，突然爆发洪荒之力，把人给打伤了。老司机，大静，你和老鼠去现场看看。小郭，咱俩去会会这个老司机。是一位特别好接触的人啊。好接触，嘲笑我还来不及吧？贪财胆小，唯唯诺诺，你应该还听说过吧？我的老婆给我